中共积极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，欧洲仅在人权问题方面提出分歧。请问七哥，欧洲会在利益和市场面前屈服于中共的威逼利诱吗？大家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了。俄乌战争直接是俄罗斯和欧洲的战争啊！说实在话，乌克兰是个牺牲品。在俄乌战争之前，你看看欧洲的这些企业家，老牌企业家有多不要脸，跟俄罗斯签了一个协议又一个协议，而且所有普京的所有的那些党羽们，包括他家里边那些人的钱，都在欧洲放着，对吧？欧洲呢，他跟这个俄罗斯之间啊，他这个关系太深了。你但凡俄罗斯有点本事的人，都在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混。欧洲、俄罗斯有钱人，那些游艇都在南法。如果在俄罗斯在南法没有个房子，那就不叫俄罗斯的富豪。你南法里边60%-70%的豪宅是俄罗斯占有的，在尼斯的豪宅区90%是俄罗斯人拥有的，当地的超豪华游艇70%-80%都是他的，是吧？法国，他们之间的那种利益和历史和文化和气候的那种互补性，经济的互补性，就像是一个什么，在中共国。就是北京和海南和广东、深圳、黑龙江这种南北中的差异的气候的互补。严格讲，整个欧洲就是一个大板块的中国。所以说，俄罗斯人啊，冬天一定去海南啊，就是像一定去南法一样，它很难分开。在那种情况下，一旦俄乌开战，欧洲人撤得多么干净，撤得多么决绝啊！欧洲这些国家很小，人口很少，不愿意战争，都是因为生活质量太好啊。然后呢，又在了整个的是吧，喜马拉雅山的西部，阿尔卑斯山的周围，有干净的水，美好的天气啊，而且人那么少，交通又发达，所以就在喜马拉雅山西侧，由于这个水和气候的蒸发啊，都挡在了这面，农业物发达，是吧？所以说那个地方人都很懒惰，愿晒太阳，生活好啊。由于这样的国家，这样的历史和农业和环境，又靠着整个地中海，要山有山，要水有水，是吧？整个啊，欧洲要往大西洋、太平洋，那就是啊左右啊都可以去啊，又在亚洲和美洲之间，所以说。欧洲是人间最美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人是不愿意战争的，就愿意挣钱生活。但是，就因为他过于爱好生活，过于所谓的四分五裂，国家太小，人口太少，才导致俄罗斯一直认为要把欧洲变成他的。所以，这所谓的欧洲东扩和俄罗斯想征服欧洲，它是个永恒的话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欧洲已经成为了100%的服从于美国。欧洲实际上没有独立权的啊，一切都听美国的。好听的话叫做欧洲和美国是叫做什么联盟这个联盟关系，难听的话就是小二小三。你说你小弟都有点这个高看你了，是吧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。欧洲和美国之间这种关系都到这种程度下，你看看当时美国川普到欧洲去，那对德国对那个法国有多不高兴啊，是吧？你这个不能老这什么天然气2号啊，云溪2号啊，还什么3号啊，扯什么淡呢？你买我的气啊，你干嘛买他的呀？是吧？他不愿意嘛，啊，就这种情况下，一说开战了，咵叽就上去了。就为什么这个世界美国是老大？现在中共啊，俄罗斯和美国、欧洲争的是欧洲的话语权，中共和美国争的是什么？
包括俄罗斯、欧洲在美国在内的全世界老大的霸权。说白了，俄罗斯争的是什么？俄罗斯争了个大臣的权利，我想当大臣。人家西子皇要当的全人类的皇帝，生杀大权由我说了算。